各位，中国的2任的国防部长先后落马啊！今天传来的消息是，这2个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全都被判了死缓。老有人啊，这个带节奏说中国现在被拿下的这些将领都是主战派，都要求中国亮剑武统台湾，所以他们被拿下了啊！老有人带这种节奏，这些人，要我说呢，就是有些人是蠢，有些人是坏啊，有些人是又蠢又坏，1450，知道吧？因为你从人性的角度来讲，我早就给大伙说，不可能，因为这些贪官们，他们贪的那些坛罐啊，他才怕打破呢。那军中的那些无产阶级的将领，他们才希望尽快的打仗，论功行赏，才有一个上升的通道呢。这就是人性。所以说，历朝历代的贪官都不可能是主战派，对不对啊？卫青、霍去病、岳飞、戚继光，你听说哪一个是主战派啊？这不就是人性吗？所以呢，这个中国纯洁军队，我一直以来有一个坚定的看法，就是为了打仗。各位啊，我们先看看啊，这个魏凤和和李尚福官宣了啊。新华社说5月7号，就是军事法院依法对原国防部长魏凤和和这个李尚福2个人都是宣判了死缓，都是死缓，而且是不得假释。2026年5月7号，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、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。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，终身监禁，不得减刑假释。2026年5月7号，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、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。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、行贿罪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，终身监禁，不得减刑假释。这2位呢，可以说都是在军改前的时代留下来的官员，他们分别担任过很重要的肥缺，什么这个总装备部的部长之类的啊。那具体贪了多少钱呢？没有公布，但是呢，按照这个死缓2年呢，这个可能是一个巨额贪污，也就是说，最起码得过了2-3亿以后才有这个可能性，没准远远要大于这个数字。所以这2任的国防部长全都是死缓。解放军报也说得明白，对于贪腐，军队是零容忍的。说对魏凤和李尚福进行了依法审理，作出1审判决，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、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，表明了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坚定不移的惩治腐败的决心意志，对于震慑腐败分子、提振军心士气，对于捍卫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、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军队是拿枪杆子的，军中绝不能有对党怀有2心之人，绝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。魏凤和、李尚福身为党和军队的最高级的领导干部，信仰崩塌，忠诚失节，背弃初心使命，丧失党的原则，
行为辜负党中央、中央军委的信任重托，严重污染部队的政治生态，给党的事业、国防和军队的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成极大的损害，性质极其严重，影响极为恶劣，危害特别巨大。他们受到法律制裁，完全是作茧自缚、咎由自取、自作自受。这个事情啊，还不光是贪污这么简单。为了保住自己贪污的这个瓶瓶罐罐，甚至可能有转移到美国的巨额的资产，这些人在党内拉帮结派，污染政治生态，阻止中国的武统的大业，肯定有这一点，让这个军委令不出党中央。你们说制定个武统的时间表吧，他们就在会上给你一个劲儿的叫苦呀，现在解放军实力不够啊，跟美国的军队没法比呀，我们现在还需要卧薪尝胆啊，还需要10艘航空母舰呀。我个人的那个推测，这些人就是干这个的。所以你想想，军委能不查他吗？查查吧，这帮这个窃占分子啊，这帮贪腐分子，一查拔出萝卜带出泥。有一群前朝留下来的贪腐的团团伙伙的军官们，正是中国这个可以说是亮剑的最大的阻碍。这帮人抓纯洁军队就是为了准备打仗。各位看到了吗？这个文章说，党有党纪，国有国法，对党员干部而言，遵守党的纪律是本分，遵守国家法律是义务。任何党的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党纪国法的特权，都必须维护党纪国法的权威，都必须在党纪国法的范围内活动，都必须按照党纪国法行使权利，履行职责。法不阿贵，绳不挠取这个是不对的。对这个魏凤和的案件、李尚福的案件的依法审理，再次表明，不管是谁，不管职位有多高，权力有多大，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。只要是搞腐败，就绝不姑息。对那些不知敬畏、以身试法的，涉及多少查多少，牵扯多深挖多深，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卷，没有铁帽子王。这话是说给谁听呢？什么叫做丹书铁卷？什么叫做铁帽子王啊？是前朝给的，对吧？前朝封的吗？在本朝不管用。只要你敢贪腐，其实我觉得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，对吧？包括那个已经落马还没宣判的那个张幼霞，对吧？真是这几个人真是脑子里边就一团浆。人家这个老大早就把态度表明了，是吧？20大以前的概不追究，尤其是对于一些高级干部；20大以后坚决不收手的，还搞那些所谓的团团伙伙的，抓你没商量。这些人把老大的话当耳边风，都已经告诉你概不追究了。你20大以前贪那个多少是个多呀？够了吧？够你家他妈的好几百辈子活的了吧？要是当个老百姓的话，对吧？你这个时候你就跟党中央要保持高度的一致是吧？那个赶紧的练兵备武然后说坚决完成党中央留下的任务。党中央说哪一天收复台湾哪一天对日作战，
坚决完成任务，坚决让中国取得完全的胜利。你说如果是这种将领的话，你即便是20大之前风气不好，有所贪污，老大会办你吗？各位，人呐，人心不足蛇吞象对吧？尤其是这种党的最高级的领导干部，你花得着钱吗？所有的一切都是最高的待遇，哪怕你一个月1分钱工资没有，对吧？那你享受的这个待遇，那住着别墅是吧？最好的这个防弹车，还有警卫连什么活都是警卫员干，用得着钱吗？要那么钱干嘛呀？给自己的儿孙留得下吗？你也不想留得下吗？人呐，就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这不是活该吗？点个订阅，咱们下集再聊。